山下诗社碑圳，这个是他们的行政大楼了。难怪这看起来蛮新的啦。这条步道呢，就是通往圣湖的步道。哇，好舒服啊！好，这个就是树湖区的上游。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今天继续来我的受访的行程哦。那这届呢，要带大家去对树湖、树湖。 刚刚用的台语开场，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新奇呢？那严格来讲，我今天应该来去介绍这个丰田嘛。那怎么会跳过树湖呢？原因是因为丰田这几天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发现它的资料还蛮多的直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整理到一个很完整的状态了我整理完毕之后呢，再单独来拍一集。 那大家知道吗？其实，在我们的寿丰乡的编制里头，并没有丰田村这个编制哦。一般而言，丰田村呢，指的就是以前的丰田移民村的一种概念。那大家现在习惯称为丰田山村。是哪三村呢？就是丰山村、丰里跟丰平。那所谓的丰山村，就是昔日移民村的山下聚落。那丰里呢，就是我们现在核心的地方嘛，就在丰田火车站那边。那个地方叫深本以及中里。那丰平呢，就是过去的大平。 那至于树湖村是不是属于丰田呢？并不是哦，它是单独的一个村，然后还有一个溪口村那个都是属于单独的村啊。那现在大家有看到我身后这个山吗？下面有一条路那个叫山边路那这几天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山边路是昔日的爱永线。那待会呢，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起点了那我今天的目标呢，要去哪里呢？要去树湖瀑布当然要去爬树湖瀑布之前呢，还是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树湖村这个山边路还有几处的那个遗址要来跟各位介绍。那就先这样子话不多说，我们出发吧。这边就是寿农路啦那这边的一大片稻田呢以前称为泥沼地那这条寿农路呢，一直走就可以到山边路了。往上走就是山边路了。那这边有一条圳沟这个就是树湖溪的圳沟好，我们从这边左转。 我今天特别穿那个胶鞋过来这个鞋子是 Montbell 的它不便宜其实这个胶鞋算是雨鞋了，是我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买的了好，才30公尺就看到有一个旧门柱这边有刻字要把树枝稍微拨一下校长城接下来这个字我认不出来题上面有写中华民国50年10月，那右侧这一根就没有字了啦，全部都是平的这个都已经写了中华民国50年了，所以显然它就不是日治时代留下来的东西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门柱在这地方呢？这个就是以前那个所谓的花农他们的校区，那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实验农场那这一部分我也请教过阿龙老师其实刚刚门柱上面写的是校长陈天启的，他是在1955年由官派接任我们的花农校长那这个部分我也上了他们的学校官网去查了一下，那这边的确是为花农他们的实习农场，也就是在陈天基校长任职期间所设的有此一说了，据说当时政府是有意把这边当作他们的备战地区当战争发生的时候这边也可以当作是民众可以躲藏亦或是疏通的地方那陈天基校长呢从1955年任职到1965年，这个时间长达10年这个山边路严格来讲就是以前早期他们原住民所走的那种最原始的山径那爱永线呢，应该就是在我现在右侧这个山坡上面那个是在1911年架设的铁丝线上礼拜我在 IG 有放一个短片其实我已经来踏查过一次了带大家去看一个石碑。好，有没有看到这座石碑？这个叫做山下诗社圳石碑。这个石碑已经有人整理过了啦当初看不太到荒烟蔓草的那这几根竹子呢，是应该当时有人架刚好把它横跨在那边，让你走过去的那现在整理完之后，整个都滑下去。
其实这边已经有弄了一个像是堤防的东西哈，有裸露的那个鹅卵石哈，可以踏着上面走下去。我建议是整个坐下来哈，然后再去踩这个凸出来的鹅卵石。其实我很不建议大家跟我一样哈，因为真的是蛮危险哈。哦，你看我滑了一下，有没有看到？哦，好，这是石碑的背面了哈。这个石碑呢是近几年哈我们牛犁社区发展协会他们发现的哦。这下面是一块大岩石哈，很特别，立在这个大岩石上方哈。紧邻着岩石的旁边哦就是圳沟了哦，所以我们没办法走到圳沟那边去了哈，除非是你从那一端过来，那一端过来太远了。创设者沙田保次外123名。好，那转过来呢，就是它的正面。山下诗社碑圳。昭和10年3月。昭和10年呢，也就是1935年啦。礼拜五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站哪里。对，你只要踩空，它直接就跌下去了。那我今天就挂了。好，那我前方这条水圳沟呢，应该就是他们当初沙田保士他们弄的一个圳沟啦。这个是属于私设的。上面写1935年嘛，大家知道吗？其实在1930年之后，除了我们的官设丰田圳之外呢，也可以开放让人家来设私圳了。那这个沙田保士应该是沙田林次郎。我不知道有没有说错。那这沙田保士应该是属于沙田林次郎他们那个石棉矿公司底下的成员呐这个沙田跟那个沙田林次郎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我是不知道。因为上面这个山里面有很多的矿场像我的正后方就是所谓的寿山上面也是矿场。然后接下来到树湖的山上有一个元老脑山那边也是石棉矿的矿场还可以生产那个丰田玉跟滑石。那现在都是成为遗址的了那些矿场都已经收起来了。好，上来比较容易啦我的左边呢，就是台湾观光学院这边其实有设了一个驿站。其实这个山边路呢，很推荐来这边骑单车。那我们要左转下去。这条路叫做鱼塘路，很特别的名称吧？其实我们寿丰这个地方过去养殖业非常的发达上次不是有经过一个叫鱼池呢？这个地方叫鱼塘不是鱼温呢要不然就是养殖那些蛤蟆吧。像那个蔡有进先生最早他们是从云林嘛那边过来的你要说他是在地人也没错啦，因为他已经在这边住非常久了都已经规划成我们的花莲人了。他早期就是从事养殖业那后来转型成观光产业，才弄了一个地川渔场在那里。哇，这个水圳工程正在施工那右侧就是观光学院的校舍了。这条树湖溪蛮大的嘛所以刚刚我出发的地方叫泥沼地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那个树湖溪可能到那个地方就会堆积形成一个沼泽区嘛。这个台观呢算是已经正式退场了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来了过去我曾经在这边任职过3年的叶聘老师这个是他们的行政大楼了那台湾观光学院的前身为金钟商专是在1989年成立的。那是在2006年的时候才把它升格成技术学院。不过这几年因为少子化的原因嘛在这个少子化的洪流当中一个一个退场。那当然我们的台湾观光学院也不例外那也就是在2021年正式停办嘛我的推测呢是后来我们政府也出面那因为这个产权好像大家要接收的那个意愿也不高了那于是呢现在就成为一个空中大学的校区在这里好，这就是他们的大门了我不进去了。阿龙老师跟我说，他也曾经在这边任职过一段时间接下来呢，山边路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沿着这个树湖溪走一段。其实这个树湖村呢，是我们国民政府来的时候才设立新的一个行政区域对，那树湖有湖吗？答案是没有的。好，前面这条路我要左转中心桥。
那这条树湖溪堤防这样建起来应该是非常漂亮哦。这边已经有一条步道了哦。那既然树湖不是最早的名称，好，那在早期它叫做什么？好，叫做三仙河，很特别的名字吧？哦，这个地方要右转哦。那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大树角。这边左转，右转。好，我们抵达大树角了。这地方要右转哦。好，大树角，大概600公尺会有一个树湖土地公庙，应该也叫做大树角土地公庙了。今天我走的路线其实是非常适合骑单车的，或者是慢跑。好，不知道我们这边寿丰有没有意在这边办一个马拉松路跑赛啊？我真的觉得非常棒。哎。我每次要看到这种遗世古迹的旧房子，我就会觉得很好奇耶。哦，前面的岔路要取左哦，一个粉红色的铁皮屋。我的右侧这一栋呢，哦，就很典型的客家家屋嘛，哦，这个就是大树角土地公庙了，哦，前面很多捐赠者的姓名诶。这个土地公庙的正面在那一段，然后右边是树湖村活动中心，好。其实为什么要带大家来看这个土地公庙呢？这个是足以代表我们大树角这边早期汉人的一个见证啊。这个有土地公庙的这个历史，原来我们土地公庙的原址不是在这里这是后来在这个移错到这个地方来的难怪这看起来蛮新的啦。哇，这个很有规模，锁起来，好吧，看一下我们的北拱。在上个礼拜我有在翠发表一篇文章嘛，在这边先跟各位好朋友报告一下啦。因为我会在翠上面发表文章其实也是意味着就是说我下次可能会去进行的地点啦，所以欢迎大家追踪我的翠这个翠是你本身要有 IG 的账号，它是跟 IG 是绑在一起。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近期的有什么消息那就不妨就申请一个 IG 的账号跟着就可以追踪到翠了我那篇文章主要是在讲说这个树湖村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啦。其实早期这边其实有2个部落一个叫大树角嘛，就是这里啊，然后另外一个叫大湖角，这个角是鹿角的角然后这个大湖角在日治时代被称为头角，那个大湖角那个湖应该指的是我们这个元老脑山上面的一个圣湖这个海拔1000多公尺可是在日治时代根本就不叫做湖啊它叫做大卧角它是用日文写的后来索性就把它更名为头角。这个头角这个名称一直到了战后，它名称还是一直叫头角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大树角这个地方我找到1966年之后，这边才突然间出现一个叫大树角。我的猜测应该是当战后我们开始逐渐的我们的客家人进驻到这边来了，从那时候才开始有大树角这个名称。后来经过行政区域的重新规划于是呢寿丰乡这边就将那个大湖角跟大树角各取一个字把它合并起来统称为树湖，所以树湖这个名称就是这么来的啦。那大雾角这个族语叫做达乌嘎是南势阿美族语
这个乌嘎哈指的就是骨头啦哈。因为有一个族人朋友哈，我真的觉得蛮厉害，他对那个族语非常的研究，尤其是南斯拉美族语哈。很感谢他在我底下留言补充了哈。本来也不知道啊，我还一度以为说以前这个地方应该是木瓜番社的人哈。那至于为什么会是南斯拉美族呢哈？其实这边大部分的阿美族也是从七角川事件之后被迫迁移到这边来的啦。现在我们这边的大树角、大湖角原来的2个小聚落现在把它合并到溪口部落那边去了。那溪口部落的族语名称就叫七卡苏万地古哦。你看七卡苏万就是指的就是七角川啦。那树湖村就先介绍到这边了。那我现在要来去树湖瀑布了。其实这个一条路一直直走，又到了山边路了。那我试着来走这个小路好了。哦，这边有一间复原的旧家屋，蛮好看的。从这边左转，哦，那右转就可以到顺天府了。哦，我刚才查一下地图，我不能往顺天府那个地方去。哦，我还是要乖乖的去走山边路。有一项资料呢，我是根据那个我们这边牛犁社区发展协会里头的网站去找到的哈。其实我们这边有68%的客家人，然后这客家人我刚才有聊到嘛，就是因为日本他们1945年离开之后，客家人才陆陆续续进来的哦。然后至于原住民的部分，其实现在变得很少。刚才看到若干的一些小屋子带一点原住民风，那同时呢又有客家人风，算是一个混合式的风格。我一度以为这边树湖因为树非常多嘛，因树成湖。我一开始是有这样的概念，后来才发现台湾很多地名都是转音过来的。所以也造成很多大家对一个地方有误解的现象，就像六角乡的蒜头村嘛，大家都以为那边是不是产蒜头？其实不是，它也是台语转音过来的。这间民宿非常的漂亮这边有一个路标指示老山樱花步道，从这边上去，这个就是山边路了。这个森林很漂亮一样是落羽松森林。我们又回到了昔日的爱永县哦。其实爱永县在历史上它象征着强权的一种侵略嘛。对啊，那个爱永县就是针对我们原住民所设的。这个山边路呢，就是花41号道了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条步道这条步道呢，就是通往圣湖的步道现在我们的位置是在这边0K 嘛你要这样走蜿蜒，你看要到哪里呢？到这里，这个海拔1000多公尺哇，那个距离来到这边是终点嘛，是950公尺。可是到了终点之后还要往上走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个石棉矿的那个产地了这个圣湖的下方就是早期那个石棉矿的产地矿场了这边上去非常的远当然是有人有徒步啦，不过我没有看过。大部分的人就是会开那种越野车或者是骑那种越野摩托车上去。那其实到了那个矿场之后呢，再往进去找那个树湖还不太好找因为现在没有人机了嘛，所以那个草长得蛮长的不瞒各位，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来走一趟圣湖的，我是打算从这边徒步上去。后来我模拟了好多次，发现并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好，那我们正式来到的老山的山脚下的，然后这边也可以走然后这一条呢就是树湖啦。现在看到水很充沛不过到夏天的时候它是干的。我们走过来这一端，我们从这边上去。樱花步道。那这边有写一个台湾玉古道，对，我从那个1986年那个金剑版地图上面看，其实上面至少有5个矿场。这个矿场从日治时代开采一直延续到我们战后，持续还在开采中右边也是一个庄园不过节省时间我就不进去看了哇，满地的落叶。
好，这个樱花步道就到这一段就结束了。有一个路标指示往树湖瀑布啊，竟然还有一些山樱花可以看呢。其实大家普遍都不喜欢山樱花，因为太小了。好，转过来大概20公尺就要左转了，又有一个路标指示。好，左转。这边居然有一个香炉，在这以前也是一个庙哈。哇，你看那个右边的山坡已经光秃秃了。哦，越来越高了，后面已经可以看得到那个平原了。第3个路标指示，继续走。这个树湖系上面应该有丰富的玉矿哈，丰田玉，哦，所以这边也被称为丰田玉古道哈。大家有没有觉得挺美的啊？下次我要跟阿卢来这边画画，我闻到一股臭味，会不会是山羌的尸体还是什么？好，前面出现了岔路啊，直走的话就是到树湖瀑布了。好，左转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观景台。原来这条路一样是樱花步道了哈。哦，有车子开上来，你看，因为那个观景台也有停车场。好，大家如果要来看的话，可以开车哦，像这样子。这边有一些小园区，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漂亮哈。这边做了一个喷水池。好。好，那观景台就在前面啊，到了，应该是一个农场啦。这地方可以停车，哦，那基本上也没什么人来。那边还有一个平台，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好了。这条路就可以到那个刚刚那个喷水池的位置哦。哇，美吧？等一下不用走原路回去了，因为你看这边有一条小溪嘛，我只要顺着溪下去就可以到往树湖瀑布的位置了。哦，哇，好舒服啊！这个木屋其实也盖得蛮有味道的哦。哇，你要睡哦。如果我不绕过来这个景观台的话，哈，从那边也是有一条路可以直接上去到树湖瀑布，哈。前往树湖瀑布，这边有一个指示牌已经不见了，哦。好，好，启灯。哎呀，不太妙了，我发现好像封起来了。哦，还好啦，旁边可以走。刚麦克风没开，不过它还是可以裸机收音的啊，还好。这里有一个小缺口可以到溪边，我们进去看一下。不然就去溪边看一下好了。这个石头会滑啊。好，这个就是树湖溪的上游，再往上走就是树湖瀑布了啊。那既然路封起来呢，我就不上去到树湖瀑布了。好，那等一下来拍一段空拍，应该是可以拍得到树湖了哈。
到了这个岔路喽，这是一个十字路口。刚刚我是从这边上去到景观平台的，那我就不从原路下去，我来走这一段好，前面有一座桥啦，叫老山桥，其实这个路呢一直走就可以到以前的矿场的地方然后呢，我要往这边下去了这个是树湖溪，其实这条路最美的。哇，你看，前面那条路呢就是三边路咯，我要左转。天哪，已经快要到13K 了，我等一下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才能回到我的寿农路我那边出发的地方。那在影片结束之前呢，想跟各位报告一件事，就是说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文史老师对，那我影片的核心通常就是属于那一种户外活动然后踏查这个部分是我的兴趣啦。对啊，所以说这个影片里头会出现一些错误，我觉得也很难免的这个错误通常会来自2个方向一个就是我在网络上找寻的那些公开资讯，那如果是错的，我也会讲错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的记忆力也不太好，有时候记一大堆，然后真的要讲的时候就忘东忘西的。不过这个我不能把这个当作是我的借口，我会继续加油努力的。然后在这边很谢谢黄家宏老师那给我很多的指导，包括一些方法啦。要不是有他我资料也不会来的那么多那么丰富如果大家愿意帮我更正，我真的非常谢谢那影片在这边就全部结束了。如果喜欢我这一次的影片的话，就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如果想要知道我花莲生活动态后3日的话，就follow我 IG。大家一定要追踪我的吹会才知道说我最近的近况是什么，接下来要去哪一个地方踏查。很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运动愉快，天天平安，健康快乐。我是 Eric，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寿丰农业生态馆这边有一个鸟居，这个民生鸟居其实还蛮典型的，不过它少了2边的气这边其实还会有一个气的好，那我们进到神之领域了。莫非这个就是神社咯？这边有一些农场的介绍，立川，嘉丰。